好，我是那个大叔，很高兴来到我的游戏频道。今天继续带来全军破敌战锤3的对战影片。看到这只蓝色大鸟，没错，今天使用的是歼旗啊。我们来试一下另外一个领主吧。那一样呢，也是带的是歼旗系的法术，就是粉焰、蓝焰，还有火风暴。这三招我真的很喜欢用。这个主要就是针对单体巨兽或是体积比较大的领主，这招都不错用。然后粉焰的话是针对队伍大概1队或者是2队并排的状况下可以烧过去。那火风暴呢，视情况而定，有的时候如果是变成大乱斗状况的话，烧下去连自己人一起烧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，只是要顾好点，不要放上去，结果发现全部都是烧完都是自己人全部死光了。那这次呢，我帮前面使用的都是蓝妖，总共出了5队，正中间出了1队是精英版本。蓝妖上一场有讲过，人头多，爆发力强，它的弹药很少，就是一次爆发。那左右2队是神选长戟，这不用多谈啦，强力反大或者是强力拖台前的单位。那后面呢，就是输出弓箭手这种单位啦。粉妖都是粉妖，一个是精英版本的高阶粉妖，它的火力非常的充裕。我们这边看一下，它的远程威力高达38，非常的恐怖。而且他们都是带魔法攻击跟火焰攻击哦，非常夸张。这个38打下去会天崩地裂的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次的对手是老鼠。那我们首先看一下正前方的部署。我们这边呢带了4族战鼠，总共是带了1、2、3、4、5队，对，没错，我没有记错，5队。那带了1队风暴害鼠精英版本，它比较麻烦的地方是在于它是永不会散，所以一定要把它完全消灭，它才会真的没有，这个有点麻烦。那我们这次还有出了这个单位，其实以前我都没有用过。我们来看一下，鼠人少数的单体巨兽，虽然说感觉上没有很大只，但是它就是单体巨兽，它的体积这个算是大型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这个是畸变食人鼠魔，我还真的是第一次用它。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在于它的近战攻击带着放电，会增加冷却时间，所以如果是施法单位被打到的话，你的技能冷却时间会加10秒。其实这10秒我觉得还比较有点致命啊，尤其是像歼旗这种。不过这一场歼旗是飞在空中，基本上它是打不中才对。那其他呢，就是还算是比较普通的一点的，这个也算是应该蛮特别的。这个被动技能，稍微看一下，每秒伤害8点，然后100%破甲，持续2秒。这个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吧，因为这个单位我真的是第一次使用。鼠人我很少出单体巨兽，因为它单体巨兽只有这一只，还有好像还有2只。鼠人单体巨兽好像有3只，我印象中是有3只。然后这边就是喷火兵、魔焰兵，这个非常的可怕。我们看到它的远程威力高达117，也就是很容易可以把你打穿的。这个要非常的小心。然后这边出了3队，这边是头17。算是鼠人最便宜的工程单位。那后面这边还有末日剥皮机，总共出了3队。这个呢，就是相当于它的战车单位，因为它的模组很少，不算是骑兵，比较算是战车单位。然后它这边是一样，就是反步兵，然后带有破甲。
然后这边冲锋加成是基本值是40，然后这边有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在肉搏的时候护甲会再加24哦，所以加上去的话，它的护甲是破百的哦，要注意一下，所以要小心。近战单位跟他打的话，最好还是要选有破甲的，不是选单纯反大，最好是有破甲打他会比较好。好的，我们来开始进入战斗了。那刚开始呢，可以利用这个空中单体巨兽的吸引仇恨这种方式去引诱对方的攻击，尽量在对方的火线外。这样子不断的去磨蹭，让对方犹豫到底是要打你还是要去打大部队。如果对方只要犹豫的话，你这个空中单体巨兽就算是有做到事了。虽然说不是说要去打人或者，但是只要你能够吸引对方炮火，让对方犹豫，就是很不错。然后我们看到这个法术放歪了哦，太着急了，只有一个擦边，基本上算是没做事啊。这个法术基本算是没做事。我们看一下。这个千奇蓝焰打下去，效果算是还可以，大约25%，一发下去大约扣25%，算还可以接受。然后对方放了一个法术也放空了哦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，准备要接战哦，但是我们蓝妖有，我们看一下这一波爆发下去，注意哦，我放慢速度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这个是血量是最多的哦，风暴害鼠，然后长戟版本还是精英单位，算是鼠人当中最坚硬的单位。然后他这样子起火下来，其实真的打没有很多，坦白讲，我觉得不到很多。可是你看第二轮爆发下来，他基本上就要这8了哦。这个爆发下来其实就差不多喽。这是本妖加蓝妖的爆发式打法，就可以知道其实这样子爆发下去也是很恐怖的。好，我们这边看一下，末日剥皮机撞到了神选，长戟神选，那基本上就是救了，拉布开花基本上就没了。然后对方的领主，我们刚好像没有介绍到，是这一个。艾基特克劳，我们今天也是骑乘这个车子，就是走一个飙车组合啊。好，我们来继续。刚刚好像没有介绍到，没有错，他第一时间是直接冲进来抓本妖哦。毕竟本妖是弓箭手嘛，算是主力输出，所以这个冲过来抓本妖很正常。那本妖我们要想办法逃开啦，尽可能。不要那个被击打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火爆发下去，哇，3个巨大的火焰会随机乱烧哦。然后看起来是可以哦，烧掉了3队，不过我方自己1队也烧掉了，所以等于说是用我方1队换对方3队，勉强可以啊。因为毕竟蓝妖不是说很贵重的，没有把神选烧掉就还可以。如果刚刚是把我方神选烧掉，那就不一样了，那就真的是亏大了。然后对方的领主又在这边抓弓箭手，这时候我方领主真下来去挡了。好，这边放慢速度一下，主要是对方的火焰兵，我刚刚招了一个怒魔，这个是领主召唤出来的，然后去抓对方的火焰兵。虽然说他的战斗力不是很好，但是他要攻击这一些弓箭手单位算是绰绰有余。然后抓完过，等一下就会去抓其他单位，这是飞行单位的好处啦，它的机动性很强。然后我们现在跟这个对方领主决战，我们重点只是要想办法拖住他，打不打得赢是一回事，因为只要能拖住他，我方的本妖解放出来过后。这样子集火下去，对方领主会很难过。毕竟我方本妖1、2、3、4队都还在，所以这样子不断的集火下去，对方会很痛苦。所以这样解放是很不错。
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战场，对方的末日剥皮机跟火焰兵在打神选。其实这个时候应该要想办法让火焰兵脱困，他现在是被我方神选纠缠住。啊，剥皮机被吓到了，他这个刚原本要冲过来，然后被吓跑的，这边也被吓跑，这就是单体巨兽的最大好处啊。在打鼠人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单体巨兽能留到残局，效果会非常好。因为鼠人他们的士气都太低了，非常容易受到惊骇。所以其实这就是大鸟好用的地方。第一，它在空中可以去吸引对方的炮火，或者是不断的去诱骗，浪费对方弹药。因为你空中的速度不会太慢，你的操作空间很大。但是前提是你的手速要操作的过来啊。如果你操作不过来，其实那就算了，那你还是使用诅咒之子，我觉得会比较好。因为这一只大鸟真的你要用掉你太多的手速，所以我基本上没有配太多的机动部队，就是骑兵那一种，因为这只需要消耗的东西太多。第一你的法术，第二你的走位。第三，你什么时候要下来去打架，打谁，这些你都要做就是你要赶快想一下，我要下去抓谁？可能是下去帮前排打一些垃圾兵，还是你要下去抓对方的后排，这样子。然后你的法术，你的魔法之风现在多少，存量还有多少？你的法术要怎么释放，放哪边？它需要操作的东西太多了。诅咒之子的话，我觉得它的操作性比较低，因为它是人形的，算是小型单位，然后它又是在地面上行走，基本上你只要混到步兵群里面，它就没救了，它就是只能卡在里面，然后在里面不断打架，然后偶尔放法术。你只要记得你的法术那个魔法之风够了，放法术就好了。真的就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见解，就是为什么会喜欢用大鸟，而诅咒之子相对性会比较冷，这就是我个人觉得这就是理由。好的，那以上就是今天所有影片内容啊。如果喜欢的影片，帮我点个赞，并且分享出去。我是那个大叔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